我记得那个安哲，你是不是也喜欢一些老东西、旧东西？这对你创作上有什么影响？还是说只是私下的？因为我猜，现场有很多读者应该也大概参加过你的新书发表，可能对于故事的情节大概也知道，也许有一些我可以问一些比较属于你个人的，你可以分享一下。我好像我大概是25岁左右，我开始迷恋那些老的东西，古董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是我这个年代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好比我特别喜欢60、70年代的，那个时候刚好是战后，所以很多因为像我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我是7年级生，我们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和平的一个状态下成长的。那你会发现很多了不起，在这个时代了不起的艺术家、创作者、导演，很多都来自于他们出生是在都有经过战乱，好比说宫崎骏，对，那我想，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60、70那个年代刚好2战的结束，所以许多的压抑已久的艺术跟内心的挣扎。或者是创作的欲望都在那个时候一起爆发，不管是流行乐、摇滚乐等等的，嬉皮的文化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许多在流行的东西，许多在不断的拿出来操作的东西，大部分都采那个时候，Andy Warhol 啊，或者是什么，不管是当时的美学或是什么，你会发现那些东西一直是并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被取代。那我喜欢老东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感是在于说，时间也是看不到的，但是当我们经历过之后，时间会留下一些痕迹，那些痕迹我可以在这些老的古董的物品上面看见，打字机啊，好比一些老的桌椅啊等等的。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美学。对，所以其实虽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兴趣，但是我在不管是之前出过的一本礼物书《床底下的梦想》，或者是不安分的石头，或者是我其他发表过的作品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怀旧的东西的一些元素在画面里面。那我自己现在买东西也都是喜欢买。我不喜欢买那种，比如说做得很新、很漂亮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很新、很漂亮的东西白白的、干干净净的，但是总觉得当它时间一久，它就会变得很丑、很脏，或是干嘛。但是老东西是越放越好看的，对。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因为这本书叫《不安分的石头》，一开始你其实就已经设定好这个的主轴。那包括英文啊什么，我还特别去问了很多国外的朋友是干，因为最后其实他就是不想墨守成规，不遵守既定的法则。那这部分其实我很好奇说，因为我印象中安哲其实非常完美主义，我没有看到他出现不完美的任何的一丝线索，所以我猜你一定是非常在乎一些，就是说你一定是很能够去看得到一些你觉得这个地方对你要修啊，这个也是我也学到一些不错的啊。那所以这个不安分，这个跟你这个那种追求完美的部分有没有一个比较类似的连接，或是你刚刚提到说你好像对觉得好像有些时候你自己勇气也有不勇敢的时候，那这个部分也可以请你聊一下，就是说不安分这个你怎么看不安分这3个字？其实我一开始在想这个绘本的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太久，那脑中就一直出现不安分这3个字。其实不安分大家常常用到这3个字的时候，通常不会是赞美，绝对不是赞美。这小孩子不安分，对，会安分一点等等的。我小时候也是常常会听到这3个字的，因为我就是那个比较调皮的小朋友。
我小时候是比较调皮。那可是我后来我开始在想，因为至少就我来说，我经历的教育的背景的过程，大部分都是要我们安分守己。对，那安分守己有点严重，但就是说我们是被制约的状态下去求学、去成长，我们的思考是被限制的，我们没有太多这些教育不是教我们如何自我思考这件事情，教我们如何乖乖遵守，对，墨守成规这些东西。所以，因为我一直都不是那个乖乖的那一群人，我就是一个比较不安分的那一群人。所以，当我今天在想这个绘本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我来说，不安分这3个字不一定是不好。我觉得不安分有的时候是一个勇气的表现。对，对。你还有为什么？这样应该。那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也。